你看看国际上的战争，以色列跟埃及。被说也要开火了吗？又多一个战事的延伸占据点吗？因为以色列跟埃及在拉法关口交火了，造成了一名埃及边境的卫兵身亡。这个开罗宣布的，有一名负责保护拉法附近边境地区哦，像这样的安全的区域，居然会被杀死，到底为什么？现在是以色列军队不讲，说对细节下禁言的命令，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对方也一样，相对的低调的情况之下，埃及安全部的消息人员只说，以军多方面射击，让埃及的安全人员采取防护措施之后，被对枪员做出了反击。那反击之后，有人因此伤亡了。那目前喊话说要占领费城路线，打击拉法这个地区里面，根据多年来的交战规则，如果以色列士兵穿越这个费城路线，虽然还在这个不在埃及的境内，仍然埃及士兵有权向他开战。那过去呢，以埃过去恩怨非常多啊，包括1948年阿拉伯跟以色列的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或者是1978年埃及总统沙达特跟以色列总理比金在华盛顿签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协议啊，因为协议让双方达到了难得长年以来的终于的和平，所以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了3年，1981年，这位沙达特总统就被刺杀身亡。显然，这个内部的意见也很不一样。所以，当以色列的行为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无法接受跟围堵的情况之下，因为以色列空袭了拉法的难民营，难民营都是帐篷跟逃亡到处颠沛流离的难民，死亡人数攀升到45人，有249个人受伤，人间炼狱一样的状况。纳坦雅胡怎么说？他跟国会说，在拉法，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哦，还是发生不幸的意外，所以只是意外吗？在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说话了，这场空袭是一场无可辩解的暴行。拜登早就该要实现他的承诺，暂停军事援助。美国国安会只说平民的死亡令人心碎，但是以色列极右派啊，已经直接更激烈的手段都出来了，直接向救援物资下手。就人道最基本的，很多的其他国家要送救援物资下去，却有500名成员的社群平台负责协调供给。发现有物资要送进来呢，就往约旦河西岸这里的援助的卡车去袭击。阻止食物送进去加萨，卡车被洗劫一空也就算了，如果自己拿走就算了。食品包裹被丢在地上，践踏，宁可毁了它，也不让一般的平民去使用，或者是有水有其他的物资可以使用，要逼死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才甘心吗？那美国呢，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站得如此紧密，是不是跟世界直接完全对立了？意大利国防部长则是严词的批评以色列，他讲的话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最重的一句了啊。他说，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平民攻击已经毫无正当性，尤其是意大利在野党五星运动也在国会要求政府必须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松动对于以色列的行为正当性的质疑，也表达了不支持。他为了惩罚性措施，还命令西班牙领事馆6月起要停止服务巴勒斯坦人，管得很多啦哈。那另外看看川普呢，他则是承诺犹太的金主说，如果他能够重回白宫，帮助他重新胜选，当然现在要什么犹太人有什么经费嘛，还有想办法用经费换来的支持度嘛哈，在镇压大学校园这一块这件事情里头，他会继续让运动倒退25到30年，强力镇压所谓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这是川普所做出来的保证。所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在美国的现象是如此，而以巴的问题呢，只能和平靠谁？阿拉伯国家有没有可能？阿拉伯国家靠谁来共同的协调出一个可能的方案？发现居然是中国大陆。在中阿国家的合作论坛上，部长级会议在礼拜4就在北京登场了。王毅跟这些国家共同的探讨之后，所谓形成的中阿共同声音，目标是尽快结束加沙冲突，实现和平。那甚至很多才要求重组安理会的呼声啊，驻华使节当天还表示说，希望中国能肩负起重责大任，让世界和平需要新的秩序能够产生。赖教授以哈的冲突现在已经延伸到了跟埃及之间。有没有可能不小心擦枪走火，扩大战事？我觉得以色列已经杀红眼了，他跟埃及的交战他侵略了这个费城走廊在这个区域中造成了双方的冲突。以色列真的是很不智，原因很简单，
西奈半岛跟以色列是有接近的啊。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这个加沙这个地区，也就是加沙的南部跟西奈半岛事实上也有接近。那它的地下道也有穿越到进入这个埃及里面。美国也一直希望说埃及帮忙，埃及其实也有在帮美国忙就是努力的避免这个哈马斯他们从这个地下道跟外界有联络，把他的所需要的物资、援助、武器、装备从这个地下道运到里面来。所以以色列事实上它是应该要跟埃及保持一个相当好的关系，更何况过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跟哈马斯的矛盾冲突的时候，调和者都是埃及，怎么今天却爆发了这个枪战呢？我觉得以色列真的是杀红眼他为了他的所有的军事的需求，他不在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感受，也不在乎任何一个地区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是不可取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我觉得已经造成了美国在全世界被孤立，对美国是处于很不利的一个地位。欧盟的国家已经有3个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跟挪威，他们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国了，他们已经正式承认了。那你想想看，现在又有一个意大利他们也在思考是不是应该也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已经有声音了。那法国跟德国，它在内部里面承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就是他的学生都已经对于他们的政府无能力去处理以色列的问题，无能力或者没有强大的意志去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他们都感觉到不满。这种学生运动不管在美国的校园或者在欧洲的校园，其实是越演越烈。这一次的一个战火，尤其是以色列对于这个收容所的这样的一个轰炸，那内塔尼亚胡说误射，但是问题就是你一手杀人，你另外一手造成意外的悲剧，我感觉到痛心。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把人杀了，一口气先杀掉45个人，目前已经统计出来了，说杀了45个人，200多人受伤。然后你说，我杀了2个哈马斯的军事领袖，也没办法证实。但是他说我杀了2个。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告诉内塔尼亚胡说，65%的哈马斯你都没有歼灭，都还在。也就是说，你歼灭的就3成多。6成多都不在，而且你制造了更多的仇恨，那哈马斯的兵源就变成是源源不绝的会有人加入，因为更多人仇恨你以色列，那他的兵源源源不绝的加入，只要有武器弹药一直送进来，他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打，不断的训练，那么训练出新的这些作战人员，哈马斯只会越来越强大。而且得到国际的同情会越来越多，巴勒斯坦得到的国际同情越来越多，而你以色列被国际谴责的力量声音越来越大。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到北京，因为这是中阿盟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会谈。那这个会谈里面，你看看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22个这些外交部长都到中国来要不就是高级代表，4个国家的元首包括巴林，包括埃及的总统也来，那么也包括了突尼西亚也包括了阿联酋，他们的总统国家元首都到北京来开会，他们的声音全部都希望中国大陆成为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为什么？因为5大安全理事会里面的理事国，只有中国大陆会站在他们这边。我觉得美国已经越来越失去中东，而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越来越高。将军怎么看现在跟埃及之间以色列目前的状况？因为以色列在去年2023年的10月7号，这个跟哈马斯爆发战争到现在为止快8个月了。那以色列尤其在加沙地区的大举的轰炸，然后地面的扫荡，然后再造成屠杀，会造成整个的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也不是战争了。对，就变成这个状况。那今天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这方面的作为，那会不会造成已经造成这个仇恨的堆叠了，一直不断的堆叠。那今天埃及是在前缘，我认为埃及面对3大压力。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这个历史的这方面的压力。你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埃及的损失最大，因为一大早的时候啊，以色列的空军就对埃及所有的机场做毁灭性的轰炸，让埃及的空军没有了，变成这个状况。埃及那一次在赎罪日战争，埃及所有的阿拉伯世界国家损失最惨的，然后把整个西奈半岛占去了，然后后来这个西奈半岛以色列还给埃及，但是历史的这种恩怨，尤其是恩怨情仇，这一直都存在的。那今天的这个历史的压力啊，在这一次的以巴冲突，这是再一次的会爆发。那这个换句话说，以色列跟埃及啊这种两个之间的这种历史的恩怨，也造成他们之间的这种互信呢，非常的薄弱。而且我们可以知道，有第二个因素，地域上的压力，因为在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有22个，20阿拉伯国家，那会不会站在埃及？当然站在埃及这一边嘛。那这个是地域上面这一边，然后今天埃及又直接面对的是以色列，因为加萨这个南加萨、北加萨整个加萨走廊唯一的边界就是埃及，那就在这个地方，埃及就要面对了。那这个其他的21个阿拉伯国家是不是挺埃及？当然挺埃及嘛，埃及站在前面，他可能弯腰吗？不可能弯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地域上面的对埃及的这样的压力。埃及，而且这一次死了一个士兵，他当然会对以色列施压，随时就可能爆发这方面的冲突哦。北边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哦，东北边的话有叙利亚哦，不要忘了在南边的红海的南端还有也门的胡塞组织哦。那现在如果是埃及又对以色列的战略预测做威胁的话，会让以色列非常的吃力哦，因为现在埃及是战力非常完整，它还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战损。那如果这埃及如果会动武的话，会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战略压力。第三个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讲宗教这方面的压力。因为这个埃及的它是穆斯林，全世界的穆斯林这方面回教世界的人口总共有17亿哦，那人数是非常的多。那埃及也是穆斯林，埃及也是回教国家，这非常的清楚，然后也会对以色列在民族上、在宗教上、在地域上，也会对以色列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那个等到这个压力锅，埃及的压力锅如果爆发的话，会不会对以色列的这方面的有战略上的威胁？我认为不要完完全全的排除这个历史的恩怨呢。一时上两克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一旦爆发了之后哦，那我们讲到的会排山倒海。我认为这个不可小觑。那这个要非常的，我认为以色列跟埃及啊，以埃双方啊，都要非常的谨慎。委员，这个局势发展已经很明确知道，美国并没有办法，或者是也没有试图阻止以色列，以至于像难民被轰炸这种惨绝人的画面继续再发生。所以，到底中国的角色是什么？有可能真的造成和平，由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另外一个势力才有可能促成和平吗？这坦白讲，美国真的要阻止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是一定被阻止的，因为他几乎所有的武器，除了他自己生产的部分以外，尤其是那高空，我相信他轰炸这个难民营，他很用的可能就精准炸弹，因为他不想波及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个谁供应的？这美国供应的嘛？对啊，拜登上次就讲了，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就不提供这些东西给你。可是他还继续提供啊。没有提，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为什么2次没有提供，然后后面继续提供？你看，川普也好，拜登也好，他们最大金主是谁？最大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能够怎么样呢？但是我倒想讲一下埃及的事情啊。赎罪日之战啊，当然，埃及是后来战争的结果是重创。好，如果没有美国跟俄国、苏联介入协调的话，他被围在亚历山大港。那个军团，那这真的会有可能都被歼灭了。但是那场战争是真的让以色列跟美国大开眼界，因为整个的保密的计划做得非常好，而且最先推动了那个战法、那个战争的准备太完美了。所以以色列刚开始是大败，是不是没有原因？所以美国跟以色列就想好一件事，要好好处理埃及的问题。所以后来。在美国的这个努力之下，当然以色列也做了一些让步，西奈半岛整个就还给埃及了嘛。接着美国是每一年编了很多的钱给以色列，给埃及。以色列当然每年都编了，我说埃及很多的钱，一直到近年来讲，它是美国援外的最大的那个对象之一，在中东地区给以色列最多，这几年给约旦不少，再过来就是埃及。始终是很多，一年都2-3亿美金这样子的给，
在早年的时候给的更多，他就是希望说，你埃及不要再跟以色列为敌。那对以色列、对美国来讲的话，只要埃及没有加入战争，阿拉伯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发动战争。叙利亚或许我到过戈兰高地嘛，我站在那里，我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不愿意还嘛，因为那太重要了，战略上太重要，所以以色列就继续占有戈兰高地，就处理了叙利亚的问题，让他没有办法随便发动战争，然后就处理埃及。那现在你如果对埃及都开了枪了，你觉得埃及的人民会忍吗？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个事情会添加变数。埃及如果有非常强力的反弹的话，那以色列就可能真的要收敛一点了。但有没有可能控制住局势，现在还不知道，有待观察。但有一个观察的现象是，在 G20 之前，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赶赴哪里呢？到巴西去做国事论坛，被说急着见一个人是谁？当然就是鲁拉喽。G20 之前特别要先见巴西总统鲁拉是为什么？当然去年4月我们看到鲁拉到中国去做国事访问，双方当然不管农业、环境、科技都说有20多项协议要合作，而这一次呢，要跟巴西的圣保罗市议会一中这个阵线要成立了，这是在中巴建交50周年的时候啊，所谓的巴西中国阵线有200多人出席啊，那更代表着接下来金砖国家的发展之路吗？根据玻利维亚总统他所说啊，强调金砖组成贸易集团的战略重要性。接下来包括把鲁拉拉拢进来，G20如果也站在他这一边的话，金砖会开放许多贸易跟准入的可能性。同时还有一件事情，美元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金砖将会有自己的金砖币系统。应该要彻底的摆脱对美国霸权的依赖，那像这样子一个联盟跟联邦，影响对美国可就大了。但金砖国家的银行考虑要为非成员国提供资金这件事情哦，旗下有基础建设啊、基建的融资机构啊。还有金砖的11个成员国之外啊，包括肯亚在内的非洲国家都包含在可能提供资金的名单之内哦。所以拜登才赶快讲啊，还有准备把肯亚也列为北非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哦，赶快要拉拢回来啊！因为南非已经发起了团结金砖国家支持这个计划的运动。如果都结盟起来，连美元的地位都准备撼动吗？金砖国家致力这个创建单一货币的这个计划。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证实，而且他认为这个措施就是要减少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将对全球经济重新洗牌。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不容易，美元目前在世界秩序的独占，但如果越来越多像这样的经济秩序的挑战，当然会担心。例如，像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好了，扎根到南美，美国不让它进高关税100%，如何呢？南美更多的进口或管道在那里创建现场嘛，一样进到当地的市场啊。其中巴西最特别，已经连续2个月超越比利时，成为大陆的新能源车最大外销市场。其中大陆4月对巴西一共出口了多少辆呢？4万多辆哦，比去年同期直接暴增12倍。这代表着什么？在这个市场越来越热络。而比亚迪在巴西的经销商数量说达到了100家，预计年底之前要增加到250家，代表这个大陆市场正在更大的如火如荼开拓当中。现在呢，连美国年轻人都对大陆车、电动车尤其有不同的看法吗？官方要围堵，民间怎么看？根据比例分析调查，有76%的美国年轻人持开放态度，会考虑40岁以下年轻人，美国人会考虑买中国电动车。当然，性价比啊、价格都是考虑之一，但是有这么有大的兴趣，代表它就有市场咯。那从哪里进来？从墨西哥、从巴西哪里进来，也是一个管道啊。那大陆为了要反制美国制裁，晶片围堵这件事情，做了一件被说是史上砸出最多钱的一次。1.5兆，要创大基金3期来扶持半导体。这个前2期比前2期都还要高很多的比率。最大的股东就是中国的财政部，准备要把整个自身能够半导体供应链完整化，还有
这个高阶制程都能够完善的来开发的这个规模跟目标，叫做天眼查哦，都能够完善。那这样的话，独立的供应链就不会再受美国方面的牵制，而因为这样的管制，反而让它更快速的成长嘛。研究团队已经说证实了，第一个叫做可编程的拓扑光子晶片，这个光谱的全能性就代表了这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嘛，值得观察。在美国全部围堵之下，本来全球供应链保护主义逼使中国大陆重新有了个新的突破性的发展嘛。赖教授先看看巴西。巴西是这样的哈，因为下个月他们就要见面了哦，所以这个媒体的报道是有点夸大了一点啊。下个月他们在金砖国家，因为这次是由俄罗斯负责，俄罗斯是主办国，他们就要召集会议了。俄罗斯很积极，普丁这一次到北京就跟习近平有谈了很多有关于金砖货币的问题，或者是说本币交易的问题啊。那看起来是有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所以在6月份下个月这个金砖会议开始的时候，因为在这段时间内 G7 也要开会了所以双方都在互别角力了。那这一次 G7 就有7个国家嘛，然后但是金砖有10个国家了，而且有很多是中东地区的富有的国家，或者是能源的产油国，例如说伊朗啦，或是沙特阿拉伯啦、巴西还有这个俄罗斯都是能源的产油国。那这些国家他们已经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强化本币交易的时候，他们的能源用本币交易的话，对美元就会构成很大很大的杀伤力了。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就是说，当在6月份谈好了以后，由于巴西是这一次G20本身的主办国，所以习近平一定会去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是一种回访。因为当鲁拉去年去北京访问的时候，鲁拉也已经邀请习近平到巴西访问，那习近平同意了，所以选择巴西作为主办国的身份，那去访问进行国事访问的话，那对于G20的很多议题，双方就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因为主办国它可以拟定各种议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对于这个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你刚刚谈到的电动车，因为南方共同市场从巴西往北走，那个委内瑞拉再往南走，例如说乌拉圭、巴拉圭跟我们有邦交，然后再到这个阿根廷等，这些就是南方共同市场，2亿多人口。所以大陆当然很有兴趣，而且大陆希望在G20里面，对于贸易障碍，尤其是对中国电动车的打压，要在G20中应该要有所意见、有所表达。更何况中国大陆现在它已经开始直接挑战美国、欧洲等，他们在这个拉丁美洲他们的车辆的占有率了，没错，而且是成长的速度很快，目前已经排名第4位了。然后把日本的丰田已经挡在外面了。丰田本来想挤进前4名，现在已经被中国大陆卡住了。那丰田上不去，可是大家都估计，就是几年内中国大陆会超越美国的通用，也会超越这个德国的车子 Volkswagen 等等，会进入这个南方共同市场。那南方共同市场，中国的车辆可能会占前3名，会成为最强大的、最有竞争力的。那如果说它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拉丁美洲，也能够在这个墨西哥发展的话，您刚提到的，那么再往北走进入这个美国，那这个时候，当美国的年轻人、消费者都要中国的电动车的时候，他们的政府要在抗拒难度就高了，因为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台湾的年轻人那么顺从，台湾的年轻人像绵羊一样当民进党政府不让比亚迪卖到台湾来的时候，不让华为卖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就顺服的乖乖的。美国可能不是这样子有时候市场法则恐怕是消费者来决定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金砖国家准备要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秩序，其中对于美元的对抗有没有可能打得过？委员怎么看？我看美国其实非常担心的是金砖5国的快速的扩张。你看它现在的人口占全世界，就金砖国家加起来
占全世界大概36%。那我不对，面积占36%，人口大概占45%。这么多人口，你看俄国啊、中国大陆啊，对不对？对，印度这加进去，还加上巴西，这不得了了。然后石油的产量占全世界40%。你看这个跟集团体比起来，非常有实力。哎，对，所以就看它未来怎么走了。啊，如果多一些国家，比如像这个巴西这个鲁拉，他就左派思想那而且他最重要就是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领袖，对美国都是对美国很多做法，他们都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好，所以他们的看法是比较的，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所以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它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影响力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如果说他们未来在他们的贸易在使用自己的货币的话，那对美元我觉得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光是一个譬如说人民币或是卢布或是印度的这个货币，这个坦白讲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自己的货币那金砖的国家就使用这个货币的话，那个对美国的挑战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是往这个方向正。所以我想中国大陆是很努力在经营这一块。因为对他来讲，美国的力量非常强大，尤其他们联合西方国家，那西方国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确，譬如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文明譬如他们对民主政治的一些的特定的看法，这些，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特定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结合。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要走另外一条路，去拉拢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话，那他就一定金砖这个组织也好好去扩张，因为这些里面很多不是西方价值所能够到达的地方，他们比较能够接受西方以外的那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那个是他比较需要去根源的。所以他对欧洲这些国家，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说我能够拉多少就多少，因为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过分的跟美国走在一起，免得他的压力变得非常的大。可是他真正的主要的力量应该还是在拉拢这个西方价值体系以外的这些国家，所以金砖我认为他会全力去发展。货币当然很重要，一旦掌握了货币的话语权，我就等于掌握了世界的最重要的霸权。有没有可能金砖就挑战了美元？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G20之前呢，习近平先到了巴西去跟鲁拉见面，这个意义是什么？怎么看？我认为这蛮重要的，因为金砖5国的创始会员国是巴西，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个包含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在打仗，对不对？那印度因为中印边界的关系的话，有时候会摆谱，不合作。那南非是比较小的这个一个经济体。那最重要的是巴西的领土非常的大，851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南美洲的一半。那其他南美洲11个国家也占一半，那巴西一个人占一半，人口又将近2亿2千万，所以巴西的市场非常的大。从2009年开始，巴西就跟中国大陆就是最大的贸易国了。那去年2023年，他们彼此双方的贸易是，巴西享有的贸易顺差630亿美元。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这时候这个巴西如果是向中国大陆多买一些这些新能源车、电动车，那整个市场就打开了。而且巴西的现在的国民所得是9700块美元每一个人。那现在的话，巴西正是开发中的国家，经济要蓬勃起飞，市场潜力大，人口多，而且它的地域非常广大，当然需要这些车子。所以中国大陆看好这一点。那现在的话，这个金砖银行的主席又是巴西人。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
那么我们的将军在路上，待会儿马上加入我们最新的几个消息。先来看看关于走520就职典礼，赖清德时代开启之后，连地方派系地方党部都已经整合完了。那两岸到底要怎么往哪里走？到底是不是民意所支持，让两岸现在这么紧张的兵凶战危呢？刘英龙台湾民基金会所做的调查告诉大家说，有74%的民众是同意两岸互不隶属这一种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说法，同意的比例高达了74%，58%甚至倾向未来台湾独立吗？他认为期盼台湾未来要独立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而其中民调还指出一个重要的讯息，说赖清德就职演说反而无意中带动了台湾议事的空前狂飙。顾立雄怎么看？他说，面对近期中共持续加大扰台的力度，空军战机的轰鸣啊、轰轰啊的污名的声音，就是让民众安心的声音。哇，我们的国防部长厉害了。所以美中的官员视讯会谈里头告诉大家什么？美国重申台海和平很重要，但中方的看法呢？这是美国的这个中司长级官员呢，在视讯会谈里面提的是重申台海和平，而中国方面的回应是要再强调一中原则。所以当日本旁边的这个邻居所影响，在中日韩峰会之后，怎么来看待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周边的这个区域联防的关系呢？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出来了，他说，2024防卫白皮书草案明载，国际社会整体忧虑急剧升高，针对两岸的军事平衡仍然维持急速朝对中国大陆方面有利的方向倾斜。所以显然他们认为对中国大陆的优势是相对高的。那么来看看美国智库怎么看呢？还有几个不同的智库一天到晚在对台湾做兵推嘛，包括说我们危险啊，说我们可能会怎么样的寸土不生啊。那它的几个版本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版本是这个，说共军如果为了要侵略台湾的话，他们有一个民船舰队，解放军的2栖登陆艇哦，这个是根据每日电讯报把这个报道把这个智库分析给做出来的。如果没有达到执行诺曼底登陆这类抢滩行动的数量的话，就没办法做到啊。所以为了要弥补这个船的差距，就用民船来加入，包含了很多大型的渡轮哦，每艘可以运载大概100计的装甲车。所以估一估，如果10天之内运送30万的民兵、共军车辆什么横渡台海，就是接下来美方认为中共最有可能的做法。好，还有另外一个智库哦，列了6点台湾很难打的原因跟理由，我们随便举几个就好，因为太多了哦，太怎么缺少可供大型船舰登陆的港口啊？其中这已经是想好说我们要进行巷战的各种可能性。他直接说，解放军即使成功登陆了之后，占领台湾的城市会迷路啊，因为我们的复杂的巷战跟丛林游击战会让他们很困扰。还有解放军即使企图先打下台北，进入主要通道的话，仍然可以凭借着天险的优势，造成解放军的巨大伤亡。我怎么不觉得这像我们的优势？大家可以专业来看待。但美国智库还有一个版本说，这一次不是2天在为了回应520就职演说所做的军演吗？这军演双方包括了大陆国防部跟台湾国防部所公布的资讯，居然落差很大。这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记者会上解放军演习的概况图，包括操演区的大小啊、位置啊，都跟解放军东部战区所公布的示意图有差别。而且呢，不仅是操演的区域都不在我方领海的区域之内，部分的位置还位移超过60公里，这也太夸张了吧？就离很远，是情资掌握不实、掌握不到，还是真的有刻意要把这些资讯做一些扭转或包装？真的，当然我们就不知道。但这是来自于美国智库的说法，总不能又说是中共同路人了吧？哦，至于南海也一样，冲突继续在升温当中。中国大陆在南海部署了一个怪兽级的海警船，先前不是讲吗？如果再靠近的话，我可能严重会加以拘提的。所以这一艘船一坐镇在那里1.2万吨，号称全球吨位最大的船，伴随一艘巡逻船，24号就出现在黄岩岛。那菲律宾人还做了一个调查，如果说台海发生冲突的话，要来支援台湾一起协防的，大概85%个人表态啊，中立，不干我们事，只有10%左右是支持台湾。当然民意一回事，就看他们领导人怎么决定。但是菲律宾闯黄岩岛
的这个行径已经有怪兽级海警船在了嘛？结果发现美方不是说他们还做了联合的军演哦，一定会保护菲律宾，不是吗？发现一件事情，美国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就在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居然前一夜连夜撤离了1200多公里，抵达了石段县附近靠近越南方向的万安滩。到底为什么呢？军事媒体分析啊，判断这个举动跟中国解放军有055的大区刚好逼近黄岩岛密切相关，因为1200公里的距离正好就超出了055大区上应被打的这个可能性，打击半径啊，所以呢就把这个距离撤出去，以免被攻击吗？那当然，在整个所有的议题里头，看到来宾可能今天冷气冷一点啊，保重。但台湾现在整体都要保重。委员先谈一谈，林玉芳委员谈谈这个民调的数字，告诉大家说，现在520之后，对于赖清德的两岸的议题跟主张，台湾民众您认为有这么高的支持比例吗？台湾的前途哦，何去何从哦？或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一定要跟我们选择的结果要放在一起来观看呢。好，我认为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还是认为需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一条比较稳健的道路了啊。那百姓的看法，当然目前两岸的情势是很紧张的。那你民调现在你去问他说，两岸是不是同不同意两岸互不隶属？许多人的看法当然是觉得说，中华民国在这里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全然的统治台澎金马嘛，所以在这个政治上来讲，这是互不隶属。但是你如果进一步问他说，如果我们要宣布独立，我们现在是互不隶属，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宣布独立？目前，我想多数人是反对的。只有做出50%多的人是认为未来要走向独立。那你问他这个独立是什么样的独立？是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独立，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台湾共和国？然后我相信这个选择，对，然后这样的选择因为不太一样。然后最后你跟他讲说，如果为了改变我们两岸关系不惜一战，你同不同意？我认为这个人数就会大为的下降啊。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多数时候是很务实的，民调你要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民调，你这个题目不能太大，你要很坚决的问一个主题，然后把任何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变数全部放进去一起问，百姓的做的选择应该才会比较的精准啊。至于我讲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取台湾的话，会大规模的登陆这样一件事情啊。这是美国现在很多的智库大概也认为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不太可能马上对台湾拥兵，因为它并没有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的两栖作战的能力。好，大概这样子看了哈。这些智库当然很多都是跟美国政府都很密切的。他们有接国务院的案子，有的接这个美国空军的案子，接国防部的案子，这个都有的啦。这个我们都不需要讲它的背景。我比较倾向于想象，就是说，像诺曼底以前那样子的登陆的方式，登陆的那天有1万多架次的飞机在头上，海面上有4000多艘大大小小的船，然后把人开始往诺曼底，把联军开始往诺曼底送。从清晨到晚上，大概他一共送了10几万15、16万的这个人上去，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有点过去了。再讲一个，如果是菲律宾的所谓麦克阿瑟的反攻，那个雷伊半岛的那个反攻，也出动的那个船只大概有700多艘，也是送了10几万人上去。我觉得那个时代是过去了，那是过去了。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用这种方式对台湾来攻击。我先不讲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可能性有多高，我说如果他决定攻击，你认为他不晓得台湾有雄3飞弹，有雄2飞弹，还有很多的长程的火炮药物、加农药物、榴弹这些吗？他还不晓得我们也还有鱼叉飞弹吗？他如果看到乌克兰的情形，你看黑海舰队几乎都被歼灭，为什么？因为你在海上飞弹打船就是那样的容易打嘛。
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从乌克兰战争里面是一无所获的，我认为他有所学习，有所收获。他没有相当程度的歼灭我们的反舰的能力以前，他是绝对不会对台湾发动所谓的两栖登陆了。这种所谓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伞降，这个我不敢讲，譬如跳伞下来，接着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有一部分也有伞降的，啊，或机降用直升机下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或许，但是我只知道，第一，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战争，我是讲如果啊发动战争的话，最早的阶段啊，前面可能连续1个礼拜或2个礼拜，我不认为他会实施任何的军舰也好、民船也好那种两栖登陆到台湾的西岸，然后寻求上岸，我不认为会这样子在进行的。赖老师怎么看呢？现在台湾的民意真的已经往这个赖总统的方向在倾斜，而这是主流民意吗？怎么看？我完全不这样认为啊。两岸互不隶属，你从文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台湾的民众他会觉得说，我本来就不是属于大陆嘛，维持现状也是一种对，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两岸互不隶属啊。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有问题，就他的提问，如果他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台独，你就直接问这样的，说我们宣告独立，那么我们跟中国大陆啊就完全脱离关系。那你如果这样问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提问法。可是他的提问是两岸互不隶属，用这种模糊的语义的概念，这是错误的。问卷不能这样问，然后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读，说哦，你看这是台湾最大的工业数，朝这个方向在走，不对。因为你如果所有的问卷它一出来，就是你要不就是请游盈隆下礼拜3马上再做一个新的问卷，就是你主不主张台湾独立、未来独立、现在独立、立刻独立、未来独立，你就直接这样问就好了。他其实有问这个题目，对，那这个题目是70%7×4的人吗？我相信不是哦，绝对不可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西班牙有个地方叫做那个加泰隆尼亚，也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巴塞隆纳那个整个区，这个整个区也有进行公投。它不只是民调，它是实际上的公投。公投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要独立，那推动独立的人，结果他就被西班牙的政府判违宪违法，然后呢，他就被通缉，他就逃亡，结果跑到德国以后被逮捕。那被逮捕了以后，德国人就把他移送到西班牙去接受审判，他现在在入狱服刑。为什么？因为整个欧盟他们都不支持这个加泰隆尼亚地区独立，他们不支持，所以当西班牙判这个独立是违法的时候，欧盟就把这些人就抓起来了，就送回给西班牙去判刑。这代表什么？代表整个欧盟他们都反对独立。那同样的道理，联合国里面主张一个中国原则，那他们不支持独立，美国也不支持独立。那因此呢，如果赖清德执意要推动独立，而两岸之间爆发冲突，那这个问题很明显的责任就在赖清德了。所以游盈隆做的这个问题，你应该要告诉台湾的民众说，独立就一定会战争，你要不要主张独立？我觉得你应该要很负责任的做这样的一个问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智库都是根据美国的经验、美国的战争经验来去做推演，他们并不了解解放军。我很负责任的说，他们完全不了解解放军，他们对解放军的打法、作战方式一无所知。严格上来讲，知道的不清楚。例如说，解放军在他很弱的时候，也就是当时那么进入了朝鲜战争的时候，那美国认为怎么可能？你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来怎么跟我打？但是他就是敢跟你打，而且打得你美国昏天黑地的，打得你美国头痛的不得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的智库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逻辑，基本上来讲意义并不大。还有一个部分里面，他说台湾的港口基本上呢没有很大型的港口，很不适合大型的船舰登陆。相对来讲，对美国的军舰来说，你说你要驰援台湾，你也没有可以登陆的地方啊。一样的逻辑，
对大陆来讲，你说没有登陆的地方，对你美国也没有登陆的地方，所以你的驰援台湾是根本就是谎言嘛。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讲，好，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两岸之间的军力差已经坦白说早就不是一个同一个量级了。所以一直在讲说什么军力往大陆倾斜，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要讲的是中美的军力现在往哪边倾斜，而不是台陆两边的军力往哪边倾斜。我觉得美国现在要分析的是中美的军力往哪个地方倾斜，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也就是越来越往大陆倾斜。将军，我如果看到美国不同的智库所做的各种分析了哦，包括如何攻占台湾有30万人4天内进来，或者是所谓的6大难登陆的原因，以你的军事专业看起来，觉得它的可分析度或可信任度如何？我认为一定要站在料敌从宽的原则，不可以轻敌。我们大陆丢掉，还有海南岛后来丢掉，舟山岛战役的话，我们也弃守了，包含后来的1955年的一江山战役。我们很多地方我经过看了这些战史，而且反复的看，我们败在一个地方，败在轻敌，没有料敌从宽，没有虑己从严。那轻敌的话，造成后面的兵败如山倒。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严肃、很谨慎的看待海峡将来的这种军事态势，还有战略的发展，要很客观的来分析，这才是比较务本。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了中国大陆在军力在这几年的准备，尤其是它对海空兵力的准备，它是非常的积极。你看它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的征询，跨海峡中线，然后对台湾慢慢的抵近。那这一次联合利剑2024也是一样，对台湾也是抵近。抵近之后呢，它就牵制到各个地方，让这个多点牵制。多点牵制的话，让台湾的这些军队没有办法相互应援。也没办法，本岛跟离岛相互支援都没有办法，它整个牵制，不管是牵制作战也好，或者佯动，或者是一种支作战、主作战在这个地方，它通通都，你看它整个是有布阵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破它的阵？我认为这个比较重要。将来的它一定是由演习转战争，采取乌克兰模式，有讲，但是呢，问题是乌克兰这个模式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作战节奏太慢，中国大陆一定会看到这一点，它会加快它的作战节奏，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可能会应变不及，因为我们被多点牵制之后，我们所回旋的战略回旋的空间是有限的了。然后它就变成它先夺取海空权，所以你看它的海军跟空军经常在台湾这个区域当中经常在那边练兵，那它也是熟悉这个战场嘛，仗在哪里打，兵就在哪里练。然后有了夺取了海空权之后，它这样的话，后面的这个垂直上路立体攻防就快了。将来这种像以前诺曼底大登陆的2栖船团这个样子，那个不会存在的，直接直升机跨海过来，因为台湾跟大陆最近就140公里，直升机直接过来了，1个小时不用1个小时就到达了。直升机的机降，然后空运机的空降作战，直接就夺控了，非常的快速。这样子的话，控领作战要域，实施重点摧毁之后，这个点穴战就成立了，会让台湾在这方面应变不及，因为作战节奏越快，会让中共本小效高，快打速决，远战速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内蒙古的朱日和的演训场，或者在宁夏的青铜峡的演习场，或者在甘肃玉门，或者是在新疆的塞罕陶雷，他都在做异地训练呢。还总统府的比例还1比1嘞，周边的道路都完全是一样哎。那个杨梅的那个演训场，那个城镇战的攻防，他都有做这方面的配套演练，在异地训练完美直接套用到台湾，有这方面的可能。所以我要认为，应该从宏观、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应该选择避战是最好的方法。